好，今天台湾好多的投资人口袋都破洞了，原因是什么？现在股汇双杀，最高股市的时候它跌了1000多点，最后跌了830几点。大家想说为什么？原因很简单，过年的时候发生了太多事情，今天的一切都是不意外，而且不光是台湾，包括了韩国跟日本，通通都一样。关键就在于2个，聪哥，第一个叫做关税战，第二个叫做 DeepSeek。DeepSeek 让我们想到，哇，这根本是 AI 的珍珠港事变。你敢突袭美国，你完蛋了。美国现在要跟你玩大的，我继续限制你，未来我会跟你杀到底，我跟你撂下去。对，没错。上今天台股呢，最多就如同主持人讲的，跌了1000多点，最后收跌跌了830点，而且不只是台股跌哦，事实上很多今天的台币来说也贬破33块。对，所以你就知道说，事实上今天台湾是股汇双杀。那当然不是只有亚洲，不是只有台湾跌啦，事实上日本也跌了大概约莫是1000多点，那2.66%，那韩国也跌了大概约莫是3%多，所以亚洲股市其实都全盘皆墨。对，那为什么这个样子呢？2个原因，一个是关税战，另外一个是 AI 战。好，那关税战来说的话，事实上主要原因是因为川普不是在这几天他对中国啦，然后对墨西哥啦、加拿大都课关税嘛？那事实上他还说什么？2月18号起，他要对可能会对半导体要课关税。哇，大家听了这个完全吓呆了，头晕啊！台积电，尤其他在这几天的演讲里面，他讲了2次台湾啊，就是台湾的半导体拿了美国，然后他的商务部长还讲了台湾的技术是Intel 发明这个技术，台湾把它拿过去，所以呢，事实上2月18号，台湾有可能也会面临到关税战上面的可能被放上名单，所以今天当然股市会跌。另外是 AI 战。什么叫 AI 战呢？刚才主持人提到嘛，就是说他们这几天我们在过年时间，中国不是发表了一个 DeepSeek 嘛？对 ，DeepSeek 发表出来说，哇，当天的美股完全重挫之后，事实上，川普前一阵子才说我们要发展 AI， 结果你就来给我 DeepSeek， 所以如同很多媒体形容了，这是中国对美国在 AI 市场上面的一个所谓珍珠港偷袭，让你。川普前面他才说 ，Stargate 我要5000亿哦，对，通通进来，你现在打我脸，好，我跟你打下去了。对，所以你就知道，事实上接下来的话，为什么台股会跌？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美国可能会封锁所有中国的 AI， 尤其他这几天不是找了黄仁勋去吗？那黄仁勋去之后呢，他们到底谈了什么？这个当然全世界都非常关注，所以你知道接下来一段时间来说，真的会造成很多AI 方面的时候可能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。不过好，我们先来讲一下，因为这几天全世界最关注的就是 DeepSeek。对 ，DeepSeek 来说，因为为什么大家会非常的震惊呢？因为原本过去的几个AI 巨头，包括说像微软啊，包括说像亚马逊啊，或是Alphabet Google， 或是说所谓很多公司来说Amazon， 他们都是做自己的 AI， 对，大家都认为说，在 AI 大模型上面来说，美国是遥遥领先的嘛。结果中国发表这个出来说，它跟 OpenAI 的效能其实是不相，虽然略差一点点，但是其实人家说，其实差不多。那加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本，他说它成本很低啊 ，CP 值高啦。对啊，他说我只用了2000颗 H800就可以做出这样的，它等于它成本只有$650万。650万美金是什么意思呢？你知道每一个美国的他们的至少都5、6亿元以上起跳，我成本只有你的1%、1/10，那当然大家完全吓呆。另外第二个，它是个开源的。什么叫开源？就你可以拿去用，反正你可以任何的使用都没有问题。所以等于是对美国呢形成一个AI 上面的一个非常大的杀伤力。所以今天里面来说台湾股票市场里面来说的话，跟 AI 硬体相关的都完全都倒了。为什么都倒？因为如果假设这个 DeepSeek 说的是真的，我低成本，那我就不需要那么多的 AI 相关的伺服器啊。所以今天那些 AI 伺服器全部都 gain over 的一个状况。那你想到那对台湾是不是好还是不好？大家不用太过担心，因为它低成本之后开源之后会让更多应用出来，所以台湾还是有一好就有一好一坏的这样一个状况。好，那除了台湾接下来可能要面临到冲击之外，另外一个国家还有另外一个公司会受到更大的压力，那就是辉达黄仁勋。那为什么？因为黄仁勋这一次，你要知道 DeepSeek 是说什么 ？DeepSeek 是说我只用了2000颗，压力很大。对，他说我只用了2000颗所谓的 H800， 这种你知道吗？第一个时间里面，伊隆马斯克还有他们有一个 Alex Wang， 他们美国一个非常知名的创业家说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你可能是用了5万颗以上的 H100。好，假设是5万颗的 H100，这代志大条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怎么来的？对，你怎么来？我美国已经封锁你了，谁给你的？对，那你到底怎么来的？好，所以呢 ，DeepSeek 绝对不会说我用 H100，所以他一定会咬死说我就用 H800。问题是，你发表出来之后，美国都认为说你不可能用到这样，一定有5万颗，那5万颗从哪里来？所以这时候。白宫把这个黄仁勋叫进去，就是要问你说啊，你这为什么会有5万颗的这个晶片从哪里来？还有另外一个国家
现在也被提上台面，就是现在美国要去调查新加坡。为什么？因为事实上新加坡这几年呢，它在这个所谓的 AI 买这个黄仁勋的这个辉达的晶片买的非常多。你知道现在中国加上这个新加坡的公司呢，他们大概约莫占美国公司，假设美国公司用的是100%的话，他们大概已经占了80%，所以他们呢，对，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他们用的跟美国不相上下。所以呢，市场那从哪里来？漏洞就在新加坡。所以现在美国在检讨新加坡。所以你知道之前不是这个拜登把新加坡变成第2级的国家？市场现在接下来有可能会进行封锁，甚至未来有可能为什么这几天的台积电跟辉达都会跌？因为美国现在的可能认为说，连最基本的 H20我都不要给你用。任何晶片都不能输到你的。H20是真的很低阶，对，没错，是家电用那种小小的家电那种，所以连这个我都不给你用。所以你就知道，事实上现在对整个这个为什么对辉达、对台积电压力会非常大。假设真的未来完全所有的 AI 晶片都不能够输到中国去的时候，当然对他们商机会有影响。好，国正，我们刚刚提到了关税是第一站吗？你跟我说不是哦，12年第一站是什么？是 AI。AI 为什么？刚刚我们讲了。关于 H20，美国直接掐着，就说你不能再给中国喽，掐着台积电或者是其他的伺服器供应商，你今天用 DeepSeek 过来打我脸没关系，我跟你玩到底了。你的再低阶的晶片我也不会给你，伺服器你要什么我也不给你，他们要杀翻了吗？对，美国对于中国的制裁只会越来越严重，因为这场乳蛇年的大反击让美国都吓坏了。为什么叫乳蛇年呢？本来世界各国的经济媒体都看衰中国的经济，认为去年很糟，今年也会很糟，所以今年中国是蛇年嘛，所以今年是乳蛇年。尤其总书记习近平又是属蛇，所以他的本命年能够反击吗？没想到中国在第1年开年，我们新春要开红盘，台股跌1000点，真的让大家知道哇，乳蛇的大反击有多严重，竟然在过年期间推出一个便宜又好用的 AI 叫 DeepSpeak， 让美国人震惊，而且是在过年期间，很多人都来不及反应的时候，让中国网民觉得非常开心，这是一个大贺礼。为什么叫中国网民为什么非常开心呢？中国本土制造的学霸加中国本土的工程师，没有美国的 AI 伺服器，没有美国先进的晶片，竟然做出便宜又好用的AI 的应用出来，这不能吹很大，不止吹很大，而且还把美国矽谷的公司都打垮了，吓坏了，股价重挫，台股也跌了1000点，证明还是有效嘛？大家还是吓坏了吧？这所有的剧情对于经济低迷的中国来说，所有的要求跟重点跟题材都满足中国官方的想象跟要求，而且这些效果都达到了，所以今天又被称为是AI 的珍珠港事变奇袭非常的成功，可是你回头去看，DeepSpeak 到底有多厉害吗？其实 OpenAI 的创办人奥特曼就这样讲，复制已知且有效的方式是相对容易的。那有比亚迪，有特斯拉汽车，就会有比亚迪；有 YouTube 就有抖音。所以中国总是有办法用中国能力，我用手刻不出5奈米的晶片，但我靠中国能力内卷跟工程师，我可以在 AI 算法上突破。所以他现在走到哪里？其实他只走到了第二阶而已。AGI 通用 AI， 我们一般称为5个阶段。第一个是能够跟你对话，这 OpenAI 公布出来，能够跟你对话。接下来推理的能力。那现在 DeepSpeak 只走到了第2阶，它所公布的模型。你说对话完之后，它只到推理而已。对，到推理就是具有能力，人脑推理的能力。到第3阶会做什么？代理人的行为，就 AI 代理人可以遵守人类下命令，他去代理人类去执行人类的指令，可以变代理人，就代理的能力。再来会到第4阶的时候，它可以 AI 自己创新 AI， 哇，这就厉害了。最到第5阶变组织跟管理者的时候，它可以自己进行这前4项。所以奥特曼怎么讲？你要走到这一阶，其实是未知而且充满危险的，这条路还很远。所以你说 DeepSpeak 走到哪里？其实它只走到了第2个阶段。那它只是用中国的方法复制低价，就刚才说了嘛，有特斯拉的汽车，中国总办法有发挥所谓的后进者的优势，后发先至，做出便宜的低价版，所以又被称为 AI 的白菜价，淘宝地摊货，就是中国 AI。但是美国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小心，没有不知道这件事情，所以我们可以想象，美国现在已经开始在查了。第一个查什么？你有没有盗用 OpenAI 的技术或美国的 AI 技术？在算法上有没有盗用美国的技术？中国有没有盗用美国的技术？第2件事情是
你有没有盗用美国的算力，就是用美国的晶片，所以号称说没有 AI 伺服器，没有 AI 晶片，现在被查出来说你还有5万颗的 H100，你把它算一算，其实是很惊人的数字哦。那要将近500亿到1000亿左右，你要囤这么多的晶片，所以一家 DeepSpeed 公司现在被质疑说，你后面没有大资金跟端方的支持，你可以囤这么多的晶片吗？所以美国打科技战、封锁战，最重要是什么？是晶片。所以川普在哪？在美国在哪个地方？在海湖庄园进行一场秘密会议，在1月19号的时候，他召见了矽谷大佬，把 Elon Musk、把Global Foundry 的执行长、把高通的执行长全部都叫到海湖庄园谈什么事情？这个 Twitter 讲得非常清楚，如果要让美国再次伟大，那有一件事情绝对是事实，是 Intel 必须要生存下来。所以他们在谈什么？谈 Intel 晶圆代工这件事情要持续存在美国，而且希望这家公司要活下来，所以是抢救 Intel 以及让美国谁要买啊？就是在谈这件事情，而且正在推动说，让美国的晶片再度伟大。美国晶片先进制造都在美国，所以海湖庄园这场会议是非常重要，也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在这场会议之后，美国包括新的商务部长都在谈要用关税来对付台湾的台积电，是台积电偷走了美国人的生意。很明显一件事情就是希望台积电再到美国投资，否则美国就要做什么事情？就要抢救 Intel， 所以台积电就变成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，必须要加码美国。宇轩，川普真的这么狠吗？直接说台积电，如果你今天不再来美国设厂，你再继续盖哦，你再继续盖，你给我盖，你就乖乖听我话。如果今天没有盖的话，我就把 Intel 扶持起来，我就成为你最大的敌人。真的是又变成一个2选1了吗？不要照，你觉得川普真的有可能对台湾的晶片施行100%的关税吗？那当然不可能嘛。对，实际上他是要达到一个目的，美国制造嘛。但美国制造，我不是要制造一般的晶片，我要什么？先进制程的晶片，对，高阶的，这才是它的核心意涵嘛。他要的是5奈米以下的晶片嘛。过去川普有提到啊，他说我美国制造2028年，你知道他要什么吗？他说我5奈米以下，对不对？我希望能够达到市占率20%。那照你知道他2024年的时候，他市占率多少吗？3%不到。所以他现在要的是什么？我问各位报告好不好？台积电本来讲说在美国资本支出 Arizona 嘛，是讲多少亿？120亿美金嘛。那你知道现在变几亿了吗？650亿美金，他要他继续加码，对嘛？他现在1座盖完了嘛，2座盖完了嘛，再来1座。对，他的意思说你给我盖6座嘛。那请问一下，盖6座，比如说好，我1座算你2.5万片好了。各位你不要开玩笑哦。之前我们都在讲说护国神山，对，现在不是哦，4奈米先做嘛。那你知道你接下来要做什么吗？2奈米，那再做什么？你知道吗？16米、16A 全部都要在美国干啊。那这不都是最先进的制程吗？那6座盖完之后，请问一下20%做不做得到？就做到啦。所以川普他到底是说我真的要对你台湾课100%关税？我跟你讲哈，他如果对台湾课100%关税，对不对？那我跟你讲，他们自己美国企业、自己科技业倒大霉，这不可能嘛！我不可能做这种杀鸡取卵的事情，会伤害到我自己嘛！你要听懂他的理文本，他真正要的是什么？是你们全部来我这边设厂。所以你知道台积电法说会哈，紧接着来要开董事会嘛？董事会呢，他们就讲下周开始，他们要去到美国。那你知道去到美国，他们第一件事情呢，台积电董事会最关注的是什么吗？川普刚讲完，对不对？跟你讲100%关税吧。他说我们要去观察，我们要去这个我们讲的现场啊探勘哦，就是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设厂进度状况。这是在跟他一个 feedback 嘛。打网球你知道 tennis， 你今天丢一个球过来，我台积电过去嘛。那到时候等到说好，我6座厂，我650的资本支出再往上拉700、800，他说没有100%关税，台积电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川普马上就改口啦，就是这种咖。所以我就说你要去理解他的背后的语言跟脉络。但是这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啊？我们刚才讲了老半天，对不对？请问川普是什么？美国总统嘛。对。那我请问一下，我们台湾的元首在哪里？我们台湾的政府的阴影在哪里？有一个人叫郭志辉，郭志辉跟你讲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他说川普只当4年，他影响力没什么大不了。天兵，不要闹了，就这种天兵，那闹到外媒去，被人家笑死丢脸。结果反而只有一个人跳出来讲话，这个人叫蔡英文。你要看懂蔡英文这时候讲的话，那无事不登三宝殿。对，很多人看到说，蔡英文干嘛接受了《Times》这专访？然后劈头就谈说，我可以让川普站在我这边。他写说，我领导台湾8年哦，这是我让川普站在我这边的方式。他说 I kept Trump on my side， 非常的骄傲，对不对？但我他这时候出风了干嘛？各位，在我看来是一种敲打，你懂吗？蔡英文他不会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啦，他没事情这时候出来去洗赖清德的脸，出这个风头干嘛？
因为他讲到好几个，他说第一个，我跟他的对话是什么？强健，对，然后频繁，对不对？他有讲到3件嘛，对不对？强健、频繁还是什么？明确 ，clear，very clear，就是说我清楚知道川普要我做什么。OK， 他有讲到这段啊，他说要我做什么，所以我就反问一件事情，当现在他提出这个贸易战、这个关税战的这个同时，台湾的政府，我们现在到底知不知道他要什么？蔡英文说他知道嘛，对啊，当然他可能也有碰红的程度啦，哦，但他说他知道嘛，至少现在观测的说，好，如果川普真的是希望设厂进度能加快，他提到蔡英文提到的是什么？他说 GDP 5%、10%，哎，各位5%、10%，不要开玩笑，那是我们讲1兆起跳的东西哦，光5%就超过1兆起跳哦。那你赖清德没有特别预算，有办法去施行这件事情吗？那你在立法院现在吵吵闹闹，有办法去施行这件事情吗？都在大罢免。对，所以我想重点在这边。现在全部人都在关注大罢免这件事情，我坦白讲，朝野都一样，就你蓝的哈，也在那边瞎起哄。过去大家讲说在野党是干嘛？在野党国民党最强的是什么？经济牌嘛，然后对美关系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现在民进党自己执政一样，当家闹事瞎起哄，所以马上果不其然啊。虽然说这个台商哦，我不予置评啊，哦，就是说他什么立场、什么身份哦，莫名其妙在那个场合哦，要跳出来去喊那一句话说啊，不要罢免啊，不要大罢免啊，当家不闹事啊，各位这另当别论。但我讲到的重点是什么？当现在整个国际局势大变化，我们不需要的是这种郭智慧这种咖，对，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搞清楚状况，知道我们现在该做什么的政府，而不是在闹事搞大罢免的政府。